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星球。很多糖友都有这样的困扰，明明按时吃药，定期测血糖，可血糖就是忽高忽低，不稳定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有些患者还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并发症。其实出现这种情况，很可能是在饮食上踩了隐形雷区。控糖就像一场持久战，饮食是这场战役的关键战场。一旦饮食方式出错，之前的努力很可能就白费了。如果你和你的家人也对糖尿病的血糖管理很关心，一定要点击订阅健康星球并开启通知，我会第一时间为你分享靠谱的控糖知识。大家在日常饮食中有4种常见的错误饮食方式，可能会导致血糖出现异常。今天我就为大家详细介绍4种隐形的饮食坑，糖友们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踩雷。第一种错误的饮食方式就是把主食全部换成粗粮，一天到晚只吃粗粮，完全不吃精米白面。不少糖友听说粗粮对控糖有好处，就把餐桌上的白米饭彻底换成了粗粮，顿顿都是玉米、燕麦、藜麦，一天3顿，从不间断。但大家可能不知道，粗粮本质上还是碳水化合物，一旦吃多了，同样会让血糖快速升高。而且，对于肠胃功能本身就比较弱的糖友来说，长期只吃粗粮，很容易出现腹胀、消化不良的情况。更关键的是，过多的膳食纤维会影响钙、铁等矿物质的吸收，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营养不良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粗细合理搭配，比如在煮白米饭的时候加入1/3的杂粮杂豆，这就完全可以了。这样做既能帮助平稳血糖，又不会给肠胃带来额外负担，营养也更均衡。第二种错误的饮食方式是完全不吃主食。有些糖友听说碳水化合物会让血糖升高，就干脆把主食从日常饮食中全部去掉了，每餐只吃蔬菜和肉类。这种做法其实非常危险。我们的身体需要碳水化合物来提供能量，如果完全不吃主食，身体就会转而分解脂肪和蛋白质来供能。这个过程很容易引发酮症酸中毒，出现恶心、呕吐、嗜睡等危险症状。除此之外，长期不吃主食还会让人感觉乏力、注意力不集中，情绪也容易波动，严重的甚至会影响胰岛功能。大家平常一定要保证适量的主食摄入，这是我们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。一般来说，每天主食的量控制在200到300克比较合适。不过要注意，这里说的主食的量是升重。选择主食时，优先选低升糖指数的碳水化合物，并且把这些主食合理分配到3餐中，不要一顿吃太多。第3种错误饮食方式是渴了不喝水，而是用饮料来解渴。生活中不少糖友渴的时候，会随手拿起冰红茶、果粒橙这类甜饮料来解渴，觉得它们不会升血糖。但这种想法其实很危险。甜饮料里通常含有果葡糖浆、蔗糖等成分，这些成分让血糖升高的速度比普通米饭要快得多。一杯喝下去，血糖就能迅速升到危险水平。更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标榜无糖的饮料，虽然它们不含蔗糖，但里面添加的阿斯巴甜、3氯蔗糖等人工甜味剂，要是长期大量喝，也可能干扰身体正常代谢，增加并发症的风险。所以对糖友来说，最安全的解渴选择永远是白开水、淡茶水和不加糖的黑咖啡。如果觉得这些饮品口味太单调，可以在水里加几片柠檬、薄荷叶或者少量黄瓜片，这样能增加风味，又不会影响血糖。第4种错误饮食方式是盲目相信无糖食品。很多糖友饿的时候会顺手拿起无糖饼干、无糖麦片当加餐，觉得只要包装上标着无糖，吃起来就安全。但这种想法很可能让你落入血糖陷阱。
这些所谓的无糖食品大多是用精制面粉做的，而且为了让口感更好，常常会添加麦芽糊精等成分。这些成分的升糖指数一点都不低，吃多了照样会让血糖失控。再一个，无糖食品有可能添加了更多的油、更多的盐。更麻烦的是，这类零食口感通常还不错，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吃多，摄入多余的热量，进而影响血糖控制。糖友们的饮食方式其实可以有更多选择，屏幕前的你可以多多关注健康星球频道，我会持续更新更多的糖尿病健康饮食方式和生活法则。其实对糖尿病患者来说，良好的饮食习惯再加上合理的治疗和规律的运动，才是控制血糖、预防并发症的关键。如果大家不确定自己当前的饮食安排是否合理，或者有其他特别的饮食困惑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探讨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有帮助，别忘了转发给身边的家人朋友，持续关注健康星球，控糖不迷路。我们下期见。